嘿，各位工厂的训练家们，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准备好要踏上一场前所未有的冒险了吗？这一场要把你的工厂从传统制造一路进化到智慧巅峰的超级挑战。好，那一开始我想先直接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工厂准备好要进化了吗？你先别担心，这不是什么吓人的期末考啦，它比较像是一张通往未来宝藏的冒险地图，而这趟旅程的名字就叫做数位转型。好的，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你想想看哦，现在的制造业根本就是一个竞争超激烈的联盟嘛，每一个对手都在不断的升级进化。所以现在就是你进化自己战略、赢得这场比赛的最好时机了。那要踏上这条进化之路，我们首先得搞懂两个核心概念的差别，一个是自动化，另一个是自主化。自动化，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第一阶段的进化，就是让机器不断重复同一个招式，比方说在完全相同的位置上焊接。但是自主化可就厉害了。这才是真正的最终进化形态。它不只是会动，它更会思考。它能让机器从数据里面自己学习，自己做决定。就像一个机器手臂，它居然能主动发现以前从来没见过的新瑕疵，还能判断要怎么处理。你看，这是不是差很多？所以啦，关键的重点就在这里。我们要打造一个终极的组合。AI 人工智慧就是我们工厂的大脑，负责思考下决策。那机器人呢，就是那个强壮的身体，负责去执行大脑下达的所有指令。这两个一定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出最强大的力量。好，既然大脑这么重要，那我们该怎么训练它？这就到了最好玩的部分了。这就像我们要去野外捕捉你专属的 AI 伙伴一样。不同的机器学习模型就像是不同属性的强力伙伴，就等着你这位训练家去发掘跟培养。来介绍第一位伙伴，监督式学习，我们可以叫他分类高手。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像教一个小徒弟一样，给他看成千上万张你已经标记好的范例，告诉他这个是良品，那个是瑕疵品。很快地的，他就能学会怎么分辨了。他的必杀技瑕疵检测，拿来对付品管问题，那效果真的是拔泉。如果说刚刚那位分类高手是专门处理你已经知道的问题，那我们的下一位伙伴非监督式学习就更厉害了，他专门挖掘你不知道的秘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数据侦探，你什么都不用教他，他会自己去分析机台的数据，找出里面隐藏的规律。他的特殊能力异常侦测，甚至可以在机器真的故障之前就先跳出来警告你。这对实现预测性维护来说，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能力。接下来这位伙伴我觉得最酷，他是策略大师，也就是强化学习。他的学习方式很特别，就是你做对了我就给你奖励，做透了就没奖励。他会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跟失败中，自己学会最好的策略。这就像我们要教机器手臂怎么在一堆乱七八糟的零件箱里面准确地抓出我们要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箱中取物。这可是通往真正具身智能非常关键的一步哦。OK， 我们的大脑已经知道要学什么武功了，但光有大脑不会动也不行啊，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帮他找一个最棒的身体，挑选最适合你的机器人队友，把 AI 的指令真真实实的动起来。那说到机器人主要有两大派系。你看左边这一个传统的工业机器人，我们叫它力量型选手，速度快，力量大，但它有个小缺点，就是有点自闭，需要关在笼子里才能确保大家的安全。但右边这个就不一样了，协作型机器人，它根本就是你的神队友，可以安全地跟我们人类并肩作战。对于空间比较有限的小型工厂来说，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
所以你的梦幻队伍可以这样组：首先招募可以跟你团队并肩作战的协作型机器人，再来需要聪明的自主移动机器人 AMR， 你就把它想成工厂里的 Uber Eats， 它会自己闪避障碍物，完美解决物流搬运的问题。甚至你还可以招募4足机器人，也就是机器狗，它超酷的，可以代替人类进入那些危险或者很难到达的区域去巡逻检查。好，伙伴都到齐了，策略也有了，那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去挑战第一场道馆赛啦！记住我们的战术，就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先从那些最小但是让你最痛的点开始解决，赢下这关键的第一场胜利。这里有3个新手任务推荐给你。第一，用品质检测去抓住那些连老师傅都可能会看走眼的微小瑕疵。第二，用预测性维护去避免那些会让你损失惨重的停机时间。第三，用智慧物流来解决缺工还有物料搬运的头痛问题。相信我，先从这几个最有感、最能马上看到成效的地方下手，绝对是迈向胜利最稳的第一步。这边偷偷告诉你一个 Pro 级的攻略秘诀，尽量采用边缘 AI。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让 AI 的运算直接在你的工厂内部完成。这就像你把大脑直接装在机器人身上，而不是远在天边的云端伺服器。这样做有2大好处哦。第一，反应速度超级快。第二，你最重要的商业机密资料都安全的留在家里，不用上传，超级保险。好，讲了这么多酷炫的科技，但别忘了，再强的伙伴也需要一位厉害的训练家来指挥，对吧？在这场进化之旅中，这个最关键的角色就是他 ——AI 应用规划师。你看这句话说的超好，它完美诠释了这个角色的精髓。这个角色是工厂现场与数据科学家之间的桥梁和翻译者。简单来说，他就是工厂里的翻译举肉啦。他要能听懂现场老师傅的经验跟抱怨，然后把他们翻译成 AI 工程师听得懂的技术语言。所以，一个大师级的规划师，他要做些什么事？他得先评估导入 AI 划不划算，投资能不能回收。更重要的是，他要能把现场师傅的痛点，比方说，师傅可能只是抱怨一句：“哎呀，这个零件怎么老是磨损？”规划师听了，就要能把它翻译成 OK， 我们需要用非监督式学习建立一个马达振动频率的异常侦测模型。它还得随时监控 AI 模型，确保它们不会随着时间老化或失准。简单来说，他们就是整个作战计划的总指挥官。OK， 等你一场又一场的道馆赛都打赢了，拿下所有徽章之后，那最终的目标当然就是要挑战冠军联盟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个完全进化的 AI 工厂，它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介绍一下冠军级训练家的终极武器——数位双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工厂的模拟器，它会在电脑里创造一个跟你工厂一模一样的虚拟分身，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尽情地测试各种新的生产流程或工厂布局，找到最好的方案之后，再应用到现实世界。这根本就是工厂版的精神时光屋，让你用最低的成本找到最佳解法。讲到这里，一定有人会担心，那我们人要做什么？是不是要被 AI 取代了？完全不是哦。记住这个核心观念，未来不是要取代人类，而是要升级人类。我们的员工将会从第一线的操作员进化成监控全局的系统管理者。这就像你从一个士兵升级成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一样。而且，你知道最棒的是什么吗？就是现在，想踏出第一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还要容易耶。市面上已经有很多低程式码，甚至是无程式码的 AI 平台。这代表，就算你不是电脑天才，只要你懂现场的 know-how， 你也能亲手训练出属于你自己的 AI 模型。技术的门槛正在为你而开。好了，各位训练家们，今天的攻略就到这里。但是你的冒险现在才正要开始。看完今天的解析，你想好
优先挑战哪一个道馆，收服哪一个痛点，拿下你的第一个徽章了吗？朝着冠军的目标前进吧！